7-1，世界杯剛一開踢，德國上來就甩出這麼個比分，把對手庫拉索打了個稀里嘩啦。那2天網上全炸了，德國戰車這是又支棱起來了啊！可你要是把德國這3場小組賽連起來瞅，就咂摸出一股邪味了。对手越弱，德國打得越凶；对手一旦支棱起來，德國立馬就蔫兒。7-1血洗的是加勒比海上一個15萬人的小島。第2場碰上稍微硬點的科特迪瓦，硬是拖到第94分鐘，靠一個替補絕殺2-1險過。到第3場乾脆就輸了。今晚淘汰賽單場定生死，輸一場就得收拾行李回家。德國偏偏抽到了巴拉圭，一直熬了16年才重新擠進世界杯，最擅長把豪门拖進泥潭裡惡心人的南美。所以今晚這場老馬最想看的就一件事，德國這戰車是真發動起來了，還是跟前2届世界杯一樣，開到半道又熄火。今天老馬先给你把這支德國扒個底朝天，再賭一把今晚這場球。先說說為啥全世界一提德國都得犯怵。論家底，德國是拿過4次世界杯冠軍的超級豪门，跟巴西、意大利一個段位的，屬於足球世界裡的老錢。這回他們這套人馬紙面上是真唬人，帶隊的主帥叫納格爾斯曼，今年才38，擱教練堆裡就是個小年輕，可在歐洲早就是公認的戰術鬼才。他手底下這幫球員正是德國攢了好幾年憋出來的一波新血。頭一個得說中場核心維爾茨，20出頭的小伙子，現在不少人把他排成全世界最好的攻擊型中场之一。啥叫攻擊型中场？說白了就是球队進攻的大腦，球到他腳下，他負責拿主意為球串起整條進攻線。這小子腦子活，傳球刁，球一到他腳下，對方後衛就開始冒冷汗。邊上還配着薩內，一個速度賊快、敢突敢射的老牌快馬，再加一個拜仁的天才穆夏拉，盘帶跟泥鳅似的，貼身都防不住。這小伙去年把腿踢斷了，養了大半年，正好趕在世界杯滿血歸來。最前面頂着的是哈弗茨，英超阿森納的主力中鋒，能自己進球，也能給隊友做球。队長基米希是那種跑不死的發動機，滿場飛。後防線上還杵着一個40歲的老門神諾伊爾，歇了快2年，又回来給德國把大門。你把這套陣容從門將數到前鋒，幾乎跳不出明顯的窟窿。而且德國踢的是那種特別費體能的打法。行話叫高位逼搶，啥意思呢？就是不等你把球運到他們半場，球一丟，11個人立馬往前壓，在你家門口那一片就開始搶，逼着你慌里慌張的出錯。這套打法順起來的時候，跟開了閘的洪水似的，一波接一波，对手連喘口氣的功夫都沒有。所以賽前各家排夺冠热門，德國的名字穩穩排在前頭，世界排名也穩穩進前10。要光看這張紙，德國今晚別說贏巴拉圭，再來一個7-1，好像都不稀奇。可話又說回來，紙面歸紙面，你把德國這3場小組賽掰開揉碎了看，就會發現一個特別擰巴的事兒：這戰車跑得一點都不穩。頭一場打庫拉索7-1，聽着是嚇人，可庫拉索是個啥隊？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小島，全島人口才15萬，擱咱們這兒連個區都湊不齊。這還是人家頭一回打進世界杯。更逗的是，帶庫拉索的是個78歲的荷蘭老帥，跟38歲的納格爾斯曼正好差了40歲，這是世界杯歷史上歲數差最大的一對主帥，一個都夠當另一個的爺爺了。就這麼爺孫局，這麼個对手，德國開場6分鐘先進一個，結果你猜怎麼着？踢到21分鐘，愣是被這個小島給扳成了1-1。後來德國才回過勁兒，連灌6個，贏了。所以這種7-1跟考試題出的太簡單，你考了個滿分一個道理。好看是好看，可說明不了你真能上清華。第2場，對手換成科特迪瓦，一支正經的非洲球队，德國就沒那麼風光了，磕磕绊絆，還一度落後，最後是靠一個叫溫達夫的替補球員。這哥們兒本來都不是主力，坐在替補席上的，臨危受命換上去，梅開2度。在傷停補時第94分鐘一腳絕殺，才2-1驚險拿下。94分鐘基本就是全場最後一腳球了，再晚一點就都被人逼平了。到第3場更逗了，對手是厄瓜多爾，德國開場2分鐘就先進一個，占盡了主動。結果呢，被人家連扳2個，1-2輸了。你把這3場連起來看，打最弱的血洗，打中等的94分鐘才絕殺，打稍微像樣點的直接輸球，這哪是奪冠熱門的樣兒？這分明是個欺軟怕硬的主兒。那有人要問了，第3場都輸了，德國咋還進的淘汰賽？這得給你說清楚。小組賽踢的是攒積分，贏一場3分，平一場1分。德國前2場全贏，6分到手，提前就锁定了出线，還是小組第一。
所以最後一場對厄瓜多爾輸得不疼不癢，名次都不影響。可問題就在這兒，淘汰赛可沒有不疼不癢這一說，单场定生死，輸一场直接卷铺蓋回家。哎，对了，看到這兒，要是你覺得老馬唠的還有點意思，順手點個訂閱。世界杯這一個月，淘汰賽一場接一场，老馬天天在這給你盯着，給你掰着。行，咱接着说，老馬為啥一直按着，不讓你急着吹德國？要講明白這個，得先帶你看看德國到底是從多高的地方摔下來的。倒回12年前，2014年世界杯，那才是德國戰車真正的巔峰。那一届半決賽，德國跑到巴西自己家門口，踢出了世界杯歷史上最恐怖的一場屠殺，7-1把东道主巴西血洗的颜面扫地。其中6分鐘之內，德國连灌4個，巴西滿场球迷當场就看哭了。德國那個老前鋒科洛澤還在那場超越了巴西自己的傳奇羅納爾多，成了世界杯歷史上進球最多的人。那一晚到今天，還是好幾代巴西人睡不踏實的噩夢。那支德國才是真正見誰滅誰的德國戰車。可關鍵就在這兒，那批封神的人，克洛澤、拉姆、施魏因、施泰格早退役了。眼前這支德國頂着同一個隊徽，同樣4顆冠軍星，可里子已經換了一波人，而這波人連着用2屆世界杯，證明了一件特別扎心的事兒：他們配不上那身行頭。上2届世界杯，2018年和2022年，德國連着2回小組賽都沒踢出去，第1輪就打道回府了。一支4次拿過世界杯冠軍的队，連着2屆連小組都沒出。2018年那次最丟人，他們是揣着上一屆衛冕冠軍的身份去的，結果栽在了韓國腳下，0-2成了那屆唯一一個小組就被淘汰的衛冕冠軍。這還是德国隊80年來頭一回，第1輪就回家。2022年也好不到哪去，揭幕戰就讓日本給掀翻了。你發現沒有？這2回把德國幹回家的，韓國也好，日本也好，都是那種球星，沒你多，名氣沒你大，可就是特別能拼，特別能防，特別擰的球隊。德國一碰上這種肯下死力氣，防守鐵了心跟你磨的对手，就发怵，就找不着北。這就是為啥老馬管這屆德國叫沉睡的巨人，塊頭還在，台面還在，可那股橫着走，見誰滅誰的勁兒，睡過去好些年了，到現在也沒人敢拍胸脯說他真醒了。那你再看今晚德國抽到的對手是誰？巴拉圭。巧了，正好就是那種最讓德國頭疼的肯防肯拼的硬茬。那这巴拉圭到底是路什麼隊啊？先撂一個數，這是巴拉圭16年來頭一回重新打進世界杯，上一次還是2010年，那一屆他們一路踢進了8強，差點創造歷史，最後惜敗給了那屆的冠軍西班牙。打那以後，巴拉圭連着3屆世界杯都沒擠進來，在門外頭蹲了整整16年，整整一代球迷沒在世界杯上見過自己的國家隊。所以這支隊是憋着一口氣兒來的，全國上下都把它當個天大的事。他們不是來旅遊的，帶他們的主帥是個阿根廷人，叫阿爾法羅，外號教授。你一聽這外號就知道，這人是搞戰術、摳紀律那一掛的，不跟你浪啊。這人也不是個無名之輩，上一屆2022年世界杯，他帶的還是另一支南美隊厄瓜多爾，照樣給帶進了世界杯決賽圈。他最拿手的就是把一支腥味不濃的队捏成一塊，誰啃都硌牙的硬骨頭。他給巴拉圭立的規矩特別簡單粗暴，球權我不要，你德國愛控球你控去，我11個人往後一縮，門前擺個鐵桶陣，把大門給你焊死，然後呢就等你壓上來，後場露出空檔，我抓住一次機會一腳反擊，或者一個角球任意球捅你一刀就夠了。他這套到底多管用，就看一個數。巴拉圭在南美區18場預選賽裡，統共才丟了10個球，防守硬得跟鐵板一樣。而且他們還藏了一手陰的定位球，每到角球、任意球，隊長戈麥斯領着那幫1.8米幾的大高個全壓到你門前，專等一個頭球。多少豪門就是栽在這種不起眼的球上的。巴拉圭這隊的傳統啊就是這樣，南美人管這股勁兒叫瓜拉尼戰鬥精神，翻成大白話就是身體硬、作風糙，特別難纏。你想痛痛快快踢順了，沒門兒。鋒線上他們也有能耐人，比如20出頭的小將恩西索，在法國聯賽踢球，賊靈，能突破，能遠射，是巴拉圭打反擊最快的那把尖刀。還有個老熟臉阿爾米隆，以前在英超紐卡斯爾踢的，是這隊的門面，負責把球往前串。不過老馬也得實話實說，巴拉圭這回小組賽踢的也不漂亮。頭一場讓東道主美國灌了4個，1-4輸的挺慘，後面1-0贏了土耳其跟澳大利亞悶平，0-0磕磕绊絆，最後是靠着成績最好的小組第3這麼個身份才搭上淘汰賽末班車的。要真比紙面實力，巴拉圭跟德國差着一大截。世界排名，德國穩穩前10，巴拉圭40名開外。
可話又說回來，巴拉圭来这场球的剧本早就写好了，不跟你对攻，就跟你耗，把这场球搅成一场又慢又难看，谁都别想踢痛快的烂仗。而这种烂仗，恰恰是德国最不想碰，也最容易翻车的那一种。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得给你提一句：德国和巴拉圭世界杯历史上其實碰過，但就碰過一回。24年前，2002年世界杯也是淘汰賽，也是這麼個豪門對硬茬的對位。那場球，巴拉圭也是這套踢法，往後一縮，死守。德國愣是被磨到了第88分鐘，眼瞅着就要拖進加時，才靠一個叫諾伊維爾的前鋒抓住一次機會，一錘定音，1-0。就這一個球把巴拉圭送回了家。而德國呢，順着這股勁兒，那一屆一路踢進了決賽。你看，24年前那個劇本，巴拉圭死守，德國憋到最後才捅進去一個。今晚會不會重演？還是說這回輪到巴拉圭把德國給拖下水？行了，扒到這兒，老馬也該把話撂下了，賭一把今晚這場。先說結論，老馬還是看好德國過關。道理很簡單，兩支隊的實力差距明擺着，德國從門將到前鋒哪個位置單拎出來都比巴拉圭高一檔。賭球公司開的盤口也是一邊倒，壓德國晉級基本就是那種穩賺不賠的超低賠率，所以正常踢德國贏面很大，這是大概率。但是老馬把醜話說前頭，今晚這場你千萬別再指望看見一個7-1了，這絕對不會是一場屠殺。巴拉圭鐵了心要把它攪成一場又臭又長的陣地戰，德國想砸開這個鐵桶，得有耐心，搞不好得磨到下半場，磨到最後20分鐘才能捅進去球。老馬的判斷，德國小比分拿下2-0或者2-1這種，真要是一直磨不開，拖進加時賽，我也不奇怪。這場球真正的看點其實就一個，德國那幫20出頭的快腳，梅爾茨、薩內、穆夏拉，能不能在巴拉圭門前那巴掌大的地方，愣是盤出一條縫來？而巴拉圭的活路也就一條，頂住前70分鐘，別丟球，把德國拖得心煩氣躁，再賭一個定位球，一次反擊，偷他一個。說白了，誰先沉不住氣，誰就得回家。那爆冷的可能有沒有？有，而且不小。你就想德國這3場小組賽的德行，一碰能拼能防的就發怵。萬一今晚他們又踢成對科特迪瓦、對厄瓜多爾那個蔫樣，而巴拉圭再靠一個角球，一次反擊，偷着進一個。2018、2022那個德國第1輪回家的劇本，今晚就真有可能再演一遍。所以老馬最終的話是這麼個意思：正常情況，德國過關，可這是淘汰賽，踢了就是一錘子買賣，誰也別把話說死。今晚德國要是再掉鏈子，老馬一點都不會意外。那問題就撂給你了，今晚這場你賭德國幾比幾過關，還是你覺得巴拉圭真能掀翻這架德國戰車，複製16年前那股勁兒，給咱整一個大冷門？把你的比分預測打在評論區，賽後老馬回來跟你對賬，看誰眼毒。覺得老馬說對在理的，順手點個讚，點個訂閱。世界杯這一個月，淘汰賽一場接一場，場場都是輸了就回家的硬仗。老馬天天在這給你盯着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